大家好，在写 CSS 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想给子元素加一个 margin top， 结果整个副元素都跟着掉了下来。或者当你给一个元素添加 border 后，整个页面的布局都乱了套。这些看似灵异的现象，其实都指向了 CSS 中一个最核心、最基础的概念——核模型。这期视频，你不仅会明白核模型是什么，更会从根本上理解它为什么这样设计，从此彻底告别布局中的各种意外情况。在网页的世界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盒子，无论是标题、图片、视频，还是段落和按钮，在 CSS 的眼中，它们都是一个个巨型的盒子。我们可以通过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非常直观地看到这些盒子。这里我使用的是 Firefox， 当然，在 Chrome 或其他现代浏览器中，操作也是大同小异的。按下 F12 打开开发者工具，用元素选择器选中页面上你想观察的任何一个元素，然后切换到 Layout 标签页。在这里，你就能看到这样一个清晰的盒子结构图，它包含了4个部分，从内到外依次是内容、内编剧、边框以及外编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看它们各自的作用。这是一个空白的 HTML 文档，我们加入一个 div， 并给它一个名为 box 的类。为了方便观察，我们设置一个大一点的字号和醒目的背景色。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解析核模型的4个部分。首先是内容，打开开发者工具，选择这个 div 元素，这就是元素对应的核模型。目前这个 div 元素的宽度占据了整个容器，这是因为 div 默认是一个会计元素，它的 display 属性默认值是 block。一个会计盒子默认会自己占据独立的一行，并且会占满副容器的整个宽度。我们可以通过 width 和 height 属性来明确地定义内容区域的尺寸。你会看到元素的尺寸立刻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也同步反映在开发者工具的核模型图上。接下来是内编剧，内编剧的作用是在内容区域的周围填充额外的空间。我们可以使用 padding top、padding right、padding bottom 和 padding left 来分别控制上、右、下、左4个方向的间距大小。可以看到文字周围的背景色范围变大了，这部分多出来的空间就是内编剧。当我们将鼠标悬浮在核模型图的 padding 区域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页面上占据的空间。我们也可以通过 padding 简写属性来实现同样的效果。很多人对它的多值用法感到困惑，这里我分享2个简单的规则，可以帮助你理解所有类似的多值用法。值的顺序是从上方开始顺时针设置，如果某个方向的值没有被明确指定，它会复用对面方向的值。当有4个值时，分别对应上、右、下、左。删掉第4个值之后，只有3个值时，设置了上、右、下，左边没有指定，所以它会复用对面，也就是右边的值，所以左边距也是20像素。再删掉第3个值，只剩2个值时，设置了上、右，下方复用上方的值等于10像素，左边复用右边的值等于20像素。当只有1个值时，只设置了上方，其余3个方向都会复用这个值，所以4个方向的内编剧都是10像素。再之后是边框，边框的作用是包裹住内容和内编剧。我们可以通过 border 这个简写属性来为元素添加边框，它通常接受3个值：边框的宽度、样式和颜色。边框的样式除了 solid 之外，还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最后是外编剧，外编剧是核模型的最外层，它定义了盒子与其他元素之间的空间。请注意观察核模型图，在外编剧和边框之间有一条醒目的实线，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但非常重要的细节。它告诉我们，外编剧虽然会影响盒子在页面上的最终位置，但它本质上是盒子之外的空间，而由内容、内编剧和边框组成的区域才是盒子实体实际占据的空间。理解这一点对于正确掌握核模型至关重要。为了演示 margin 的作用，我们在页面中添加第2个 div 元素。和 padding 一样，我们可以用 margin top、margin right、margin bottom、margin left 4个属性来分别控制4个方向。也可以使用简写属性 margin， 它的多值用法跟 padding 一样，把鼠标悬浮在外编剧区域，可以看到它占据的空间。注意，我们给2个垂直排列的盒子都设置了 margin 20像素。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垂直间距并不是40像素，而是20像素，这就是外编剧折叠。之所以只有外编剧会发生折叠，是因为它是盒子之外的共享空间，它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盒子实体所独占。现在我们把 margin 设为0，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的元素和视口边缘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微小的间隙。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开发者工具中选中 body 元素，
切换到 Rules 标签页，可以看到浏览器默认给 Body 添加了一个8像素的外边距。这个样式的来源是 User Agent， 也就是浏览器自带的默认样式。为了消除这些默认样式对我们的布局的干扰，使样式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通常会使用一种叫做 CSS 重置的技巧。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样式文件的最开始使用通用选择器来选中所有元素，并将它们的 margin 设为0。现在页面元素就完全紧贴着10口边缘了。你已经掌握了核模型的4个部分，那么我们的盒子在页面中总共占据了多大的空间呢？你可能本能地认为，既然我们设置了 width 300像素和 height 100像素，那它的大小就是300乘100。但事实并非如此。可以看到，盒子的尺寸是330乘130。我们必须手动将内容区域、内边距和边框的尺寸相加，才能得出盒子实际占据的空间。它的实际宽度是300加10加10加5加5，总共是330。同样，实际高度是130。这种计算方式非常麻烦，而且一点也不直观。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 Box Sizing 属性来控制盒子尺寸的计算方式。它的默认值是 Content Box， 也就是 width 和 height 仅仅指定了内容区域的尺寸。我们可以把它改为 Border Box。你会发现盒子变小了，它的整体尺寸现在正好是300乘100，而内容区域的尺寸变成了270乘70。因为在 Border Box 模式下，width 和 height 定义的是从边框外边缘算起的整个盒子内部空间的大小，内容区域的尺寸会根据我们设置的 padding 和 border 自动向内收缩计算。这种方式非常直观，我们设置的尺寸就是盒子最终在页面上占据的尺寸。因为 Border Box 非常好用，我们通常会把它也加入到 CSS 重置规则中，以确保项目中所有元素都采用这种更直观的尺寸计算方式。在实际项目中，我推荐使用下面这种更完善的重置规则。这里之所以使用 Inherit， 是为了增强灵活性。如果将来你引入了一个基于 Content Box 来设计的第三方组件，你只需要在组件的最外层把 Box Sizing 改回 Content Box， 而不会影响项目中的其余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 div 元素都是会计元素，它们的核模型是区块盒子。区块盒子的行为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独立占据一行，可以设置宽高，内外边距会推开其他元素。但还有另一类元素，比如 A 标签、span、strong 等，它们是行内元素，对应的核模型是行内盒子，它们的行为和区块盒子有很大不同。在这个例子中，段落中的这些 A 标签就是行内元素。可以看到，它们并没有各自占据一行，而是和其他文字内容在同一行内自然的流动。给它们设置的 width 和 height 属性被完全忽略，页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以看到，它们的尺寸完全由其内部的内容决定。给它们设置 padding 或 margin 时，只有水平方向的设置会生效并推开其他元素。垂直方向的内外边距不会影响周围元素的布局，甚至会产生覆盖和遮挡。那么，如果我们希望一个元素既能像行内元素一样不换行，又能像会计元素一样可以设置宽高和有效的垂直内外边距呢？这在移动端开发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需求，比如增大按钮的点击区域。答案就是使用 Display Inline Block。这是一种混合模式，它让元素在外部看来像一个行内元素一样不换行，但在内部表现的又像一个会计元素，可以设置宽高和所有方向的内外边距。至此，你已经掌握了所有核模型的基础知识。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外边距折叠只发生在垂直方向上？为什么使用百分比值设置 margin top、padding bottom 等垂直方向的值时，是相对于容器的宽度来计算，而不是高度？随着你学习的深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CSS 中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行为都不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 CSS 设计的源头。它最初的使命是对传统文字排版的模拟。想象一下，我们在用打字机打字，或者在 Word 文档里写作，都有2个共同的规则。纸张的宽度是有限的，当一行写满后，我们很自然地换到下一行，而不是让纸变得更宽。所以横向的宽度是一个硬约束。纸张的数量是无限的，当一张纸写满后，我们可以再拿一张继续写。用了多少张纸决定了文档的纵向高度，所以纵向的高度是没有约束的，它由内容动态决定。理解了这个根本性的差异，很多 CSS 中的设定就很好理解了。外边距折叠的设计确保了无论你给相邻的段落设置怎样的外间距，它们之间总能形成一种和谐的可预测的垂直距离，就像排版良好的书籍一样。而在计算百分比内外边距时，只有容器的宽度是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参考基准，高度本身是动态变化的。
因此统一使用宽度作为计算基准，能提供更一致和可预测的结果。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